司令在测试装备时发现惊人的一幕：战机明明是模型，却能飞3万多米高，更是发现了华夏上空的敌军隐形机。他们此刻才知道，一直在别人的监视下，鹰将竟然仗着先进隐形战机监视我们，他们真不怕开战吗？还好被这辆民间模型发现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不好了，熊老，这架无人战机失去控制了，而且已经把鹰将的隐形战机给锁定了，正在准备发射导弹。若是真让导弹发射出去，鹰将的战机肯定完犊子了。不可能，这民间模型怎么可能会装有导弹？这架无人战机太离谱了，说不定那个人真能把导弹给造出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制造这款无人战机的人给找到，他应该有办法可以重新恢复战机的控制权。小童这次给我送的生日礼物，也不知道是惊喜还是惊吓。战机隐形、敌有机区建模块、极化分级技术，这些当然有研究的价值。倘若真把鹰将的250隐形战机打下，痛快倒是痛快，但接下来的麻烦也会不少。小童，你能联系上你的那位校友吗？原来战机模型的发明者陆峰是小丹的校友，他昨天找陆峰打造一件战机模型，给军备局的爷爷当生日礼物，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陆峰，我们现在无法操控无人战机了，而且他一直在提示锁定敌机，超音速热源跟踪导弹已就绪。华夏领空怎么会有敌机？我制作无人战机时敢把超音速热源跟踪导弹放上去，就是考虑过华夏领空近期不可能出现敌机，所以导弹只是一个摆设。不过敌有区建模块一旦监测到有敌机时，雷达就会开启，导弹就会自动锁定。我是军备局局座熊坤，也是小童的爷爷。你制作的无人战机发现了鹰将的250隐形战机，并且雷达已经将其锁定，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无人战机飞回来？现在无人战机处于半自动控制状态，倘若要掌握控制权，需要分别按下2个解锁按钮。别婆婆妈妈的了，直接说方法。看到那个黑色按钮没有？陈国庆很快在操作台找到，连忙按了下去。可千万别按，那个就是超音速热源跟踪导弹发射按钮，一旦雷达锁定敌机，按下后就会立马发射。你说话能不能别喘大气？这下好了，跟鹰将引以为傲的250隐形战机说再见吧。此刻天朝着鹰将的隐形战机快速飞去，下一秒战机直接被击落。嘿嘿，高手在民间啊！没想到我们没攻克的问题，居然被民间工匠给实现了。他脸上挂着笑容，明明是来看乖孙女送的礼物，结果不断被孙女送的军工模型所震惊，最后居然把鹰将的250隐形战机给击毁了。老熊啊，你们那边飞机测试场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刚才我们这边反馈疑似有飞机被击毁，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翼龙16号轰炸机研发失败了？不是，是鹰将的250隐形战机研发失败了。刚才在空中爆炸的是鹰将的250隐形战机，被一个小作坊生产出来的玩具给击毁了。老熊，你在开玩笑吧？鹰将的250战机我们雷达都探测不到，怎么可能被击毁？还有你说的玩具又是怎么回事？说来话长，你赶紧来我这儿一趟，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此时陆峰的电话还没有挂断。陆峰，你也太厉害了，我爷爷对这个礼物可太喜欢了。你确定是喜欢，而不是惊吓？你之前怎么没告诉我？你爷爷是军备局局座，若早知道，我哪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你叫陆峰对吧？你别紧张，虽然你制作的军工模型把鹰将的隐形战机给击毁了，但是问题不大。现在我让小童来找你，你俩是校友，关系应该比较好，年轻人之间没代沟。总之你现在不要乱跑，而且你也跑不远。都惊动军备局和国盾局了，我还能跑哪去？我爷爷说话比较直，你别放心上，这个军工模型是我找你做的，出了问题我会主动承担下来，你别担心，你在工作室等我，我马上来找你。此时鹰将海外军事基地里，几位高级军官看着闪烁红灯的大屏幕。为什么会这样？那可是我们最新研发的隐形战机，10天前才在华夏领空盘旋过，没有被任何雷达所发现，为何这次就被发现了？难道说华夏人只用了10天时间就研究出了最新的地面探测雷达？绝不可能！别说10天，就是10个月、20个月，他们都不一定能够研制出来。一定是他们碰巧遇到了我们的战机。愚蠢的华夏人居然敢直接击毁我们的战机，他们是想宣战吗？你先别激动，我刚才回看了250战机的雷达记录，发现雷达一直没有扫描到敌机，也就是说对方也是隐形战机。你在开什么玩笑？给华夏人10年时间，他们也研发不出隐形战机。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承认我们的隐形战机被击毁，然后谴责华夏？不，我们必须确定他们是否能够探测我们的隐形战机。现在马上把另外3架隐形战机派出，飞往华夏3个方向。倘若没被发现，那么隐形战机被击毁一事就必须让华夏方面给说法。若被发现了，就当没发生过，绝不能让世界看我们的笑话。正好军备研究所对250隐形战机进行了升级，隐形涂层吸收信号能力比之前更强，而且还配备了反雷达锁定。我们就算飞到华夏首都去，他们都发现不了自家空域被我们给入侵。2小时后，军盾局援兵乘坐军用直升机来到支海军事基地。老熊，到底是什么东西？非得让我亲自来一趟？还有你说鹰将的250隐形战机被击毁，到底是不是真的？自己看吧。左边是猎鹰01隐形无人战机，右边破
烂的是鹰将250隐形战机。无人战机拍引擎，你们军备局什么时候研发出的新装备？怎么我都不知道？老熊，你也太把我当外人了！嘿嘿，鹰将前段时间入侵我国空域，还挑衅的发表声明，表示我国雷达形同虚设，结果10天后他们的隐形战机就被击毁，真是啪啪打脸。这不是我们军备局研发的，是民间一个小作坊研发的，是我孙女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他跟军工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现在感觉自己受到的教育和几10年的经验被一个晚辈给碾压了。小作坊，生日礼物？今天不是愚人节吧？我怎么听不太懂你在说什么？不急，我孙女已经去找那个人了，等他们谈妥后，一切谜团自然会揭晓。你还只是打了把游戏，却在现实中击落3架战斗机，而且还是鹰将最先进的隐形战机。不好意思，刚接了一个电话，耽误了点时间。你这游戏机还挺好玩的。我哪来的游戏机？陆枫来到熊小童身边，正好看到资助250隐形战机的画面。这是控制台，我制作的军工产品在这里都可以进行控制。得了，那3架250隐形战机肯定也凉了。这鹰将是不是有病啊？老在我们空域转什么转？这不是把脸伸过来挨打吗？可能他们觉得第1架战机被击毁是意外，不相信我们能够探测到他们的隐形战机吧？他们就是欠，几10年都没挨过收拾，结果挨了1巴掌觉得不痛快，又挨了3巴掌，这下舒服了。喂，爷爷怎么了？你和陆枫通完了吗？沟通完了，陆枫完全愿意将技术奉献给国家。那就好。对了，你们有没有控制那架无人战机？刚才这架无人战机自动起飞了，我们担心是不是被黑客给入侵了？那样的话，这架无人战机就存在隐患。对不起爷爷，我以为这是游戏机，所以就玩了一会，好像把鹰将的战机给击毁了。也就是说，刚才那架250隐形战机是你打下来的。小童，你该不会发射导弹把人家的军事基地给炸了吧？这件事要是发生了，跟小鬼子袭击珍珠岛没有区别，弄不好会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的。那倒不至于，我只是击落了3架战机而已，谁让他们在我们空域乱飞，被击落也是活该。只要没把鹰将的军事基地炸，这件事的性质都还在可控范围内，你说是吧？是个毛线啊！我们可是炸了4架鹰将刚研发的250隐形战机。老熊，你是怎么保持淡定的？事情都发生了，现在纠结这些也没用，赶紧让小童闺女把飞机弄回来，别再出什么事了。小童，赶紧把飞机弄回来，今后你们那边别再乱操纵这架战机了。现在鹰将肯定会想方设法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绝不能把猎鹰无人隐形战机的核心技术泄露出去。熊坤刚挂断电话，手机立马响了起来。熊老，支海军事基地那边在研发什么新式武器吗？这件事说来话长，现在是不是鹰将在找麻烦？是啊，说他们的战机在我们空域失联了，要我们给说法。这群畜生研发了隐形战机就一直嘚瑟，我们的地面雷达都无法扫到他们隐形战机的信号，怎么可能把他们的战机打下来？绝对是在胡扯，想故意让我们难堪。他们没有胡扯，我们确实把250隐形战机给打了下来，而且还是4架。但都是在我们空域击毁的，说明他们一直在挑衅我们的主权。哼，这群畜生简直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你马上把详细情况写个报告，我们外交部好提前准备发言稿，看我不对死他们。没多久，外交部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各位已经知道，鹰将派出隐形战机非法进入我华夏空域，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行为。我们当时已经发出严重警告，势必捍卫领土权威。可是今天我方又遇到未知飞行器从南海进入我空域，警告未果，出于对国内人民的安全考虑，我们遂将其击毁。只要你们敢来，我就敢把你们打下来。整个发布会进行了3个小时，而此时的支海军事基地里，垂直起飞技术，目前世界上一共有4个国家拥有鹰将的战斗机，英国的耀式战斗机，熊国的雅克战斗机和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但尚未公布的翼龙战斗机。这4种战机的优缺点都很明显，准确来说是垂直起飞战机的优缺点很明显。优点是机动性灵活，不受跑道长短限制，缺点也很明显，垂直起飞时发动机的耗油量极大，航程不能飞太远。局座，恕我直言，这架战机的设计有所缺陷，8个引擎需要更多的油箱来带动，续航能力估计只有几百公里，还要考虑回程距离。你说错了，这架无人隐形战机根本没有油箱。不可能没有油箱，难道上边装的是新能源电池？新能源电池的续航能力若放在战机上边，估计几分钟就没电了。说对了一半，确实是电池。熊坤看着资料上显示的配置，不禁冷汗直流，实在是太夸张，太科幻了。局座，这怎么可能呀？战机上边装电池，我还是觉得地球上有外星人的可能性更大。有点抽象是吧？那如果这是核源电池呢？一众专家头皮发麻，虽然核能源已不是新鲜东西，很多军事装备都运用到了核能源，但是这些核动力推进系统都非常庞大，而这架无人战机比起人工驾驶的战机要小不少，怎么可能装下核反应堆装置？这么小的无人战机装载了8个引擎就够离谱了，还有4发导弹，其载重就已经快要达到极限，若里边还有核反应堆装置，我还是觉得地球上有外星人的可能性更大。资料里边并没有核反应堆，而是核源电池，外表是纳米金刚石材料，电荷收集率达到了97%，可使用2万年。目前
全世界最好的电荷收集率材料也只能达到67%左右，而这个核源电池居然能达到97%，使用2万年也太夸张了，这跟永动机有什么区别？离谱，真是离谱！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都不可能做到97%的电荷收集率，他一个民间人物怎么可能做得到？老徐，你别激动，我们不是有设备可以测吗？到底是不是核源一测就知道了。小唐，去把设备拿来，今天我就来打假。徐向杰是材料学最具权威的人，他在国际发表过20几篇学术论文，是有史以来发表论文最多的华夏人。徐向杰拿着测量设备走到战机前，他打算让所有人知道，民间不可能比专业人士更厉害。这是测试电荷收集率的设备，我们先抛开核源电池不论，因为那根本不可能实现，至少是10年之后的技术了。我们就用电荷收集率来破解这荒谬的说法。电荷收集率测试中，5%、28%、68%、97%。经检测，该材料的电荷收集率达到了97%。嘿嘿，徐教授，还有什么问题吗？局座，我很难接受，民间怎么可能做出这么顶尖的军事装备？徐教授，你能承认鹰将出现天才，改变了他们国家的命运，难道就不能承认我们国家出现天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经常会面临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威胁。军备局的建立，难道不就是提倡自主创新，发展属于我们华夏自己的军工产业吗？徐向杰依旧坚持自己的判断，他从小就是学霸，从来不会否定自己。我想先问问局座，这架无人战机研发时间是多长？目前我所知道的时间是10天，这简直是天方夜谭。10天只能制作其中的一个部件，说不定这些都是鹰将的技术被黑客入侵泄露后，才被民间给制作了出来。够了，你是不是觉得外国的月亮更圆，外国的人要更聪明？是不是？这若是被鹰将淘汰的技术，那么他们引以为傲的250隐形战机是如何被击毁的？今天我是让你们来研究这架隐形战机的高新技术，并不是讨论这架战机是怎么造出来的。还是那句话，倘若这是鹰将的技术泄露，那么他们肯定会制造出同级别的战机。闭上你的臭嘴巴！这时陆枫突然走了进来。鹰将公布最新军事装备，你贵显觉得太牛了。我们国家研制出最新军事装备，你就说离谱？不可能，跪久了站不起来了。你若是不信，直接用导弹来炸。若是战机受损，我提头来见。战斗机刚起飞却被自家导弹追，并且威力还是最强的。导弹已接近，预计5秒后击中目标。被导弹锁定了都不发出警告，这架无人战机的警报系统不行啊！下一秒导弹直接击中猎鹰战机，可战机却毫发无损。只见周围笼罩了一层圆形的淡红色空气盾。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个年轻人怎么能做出如此厉害的战机？哼，倘若不可能，难道这还是电影特效？事实摆在眼前都不信。之前鹰将声称隐形战机研发成功，你倒是立马就信了。周边同事也纷纷朝他投向鄙夷的眼神。局座，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觉得太科幻了，这都是科幻小说里边出现的技术，没想到真的实现了。哼，你感到不可置信，觉得是虚假的，说白了就是技术上的差距。好在这样的技术出现在我们国家，而不是国外。自从上级专家质疑战机的性能后，陆枫便让军队用导弹来测试，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到了第2天，支海军事基地来了几位不速之客。老熊，好久不见，真是想死我了。你是想我，还是想看我那架无人战机？他俩的关系一直不错，直到后面一个成为了北部战区军备研究所所长，一个成为了南部战区军备局局座，竞争关系产生反倒有了隔阂。当然，主要还是来看看你的宝贝无人战机，传闻那是民间造的，我是无论如何都不相信。老熊，我还不了解你吗？你最喜欢扮猪吃虎了，肯定还留了后手，对吧？哈哈，原来是打探情报来了，军演还没开始，谍报工作先做好，这倒也是战争的基础。早知道你们来的目的，所以我把猎鹰无人战机给准备好了，带你们去看看。4人乘坐军车，在军事基地行驶了20多分钟，来到了另一处空地。这里是战机测试场，除了训练空军飞行员外，更重要的就是测试新研发的战机各方面性能。黄岑清开始环顾，试图挑出点毛病。那是测试导弹，一共只做了4发，刚好都用了。测试导弹都这么牛，感觉没多久我们能打到白宫去，哈哈哈。等会量子空气盾出来，你就会闭嘴了。熊坤随即按下了启动按钮，战机眨眼之间飞出几百米远。熊坤没有让无人战机继续往上飞，而是给了黄岑清和工伦一副望远镜。要这玩意儿干什么？让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什么叫黑科技？熊坤刚说完，一旁的左增辉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左增辉是南部战区的司令，此时一名士兵扛着单兵对空导弹走了过来。嘿嘿，你们好不容易来一趟，总得给你们耍点绝活，给你们表演炸机。你们认真的？几百米的距离使用地空导弹，被击中肯定是必毁的啊！国家给的军费虽然多，但也不能这样乱造啊！那可未必。左增辉直接下令发射对空导弹，下一秒导弹直接朝着战机飞去，击中目标后瞬间被黑烟笼罩。所以呢，你想表达什么？表达你们研发的单兵对空导弹精准度高，还是浪费军费很有一套？呵呵，别急，让烟雾再散一会。我说老熊，你最近几年是怎么了？研究不出有用的装备不说，现在又用导弹炸毁战机，上头若是知道了，一定会对你们追责。
老黄，你看上边。哼，战机都被击毁了，有什么好看的？此时无人战机完好无损的盘旋在半空。我明明看到导弹击中了战机，怎么一点事都没有？这是量子空气盾技术，遇到敌袭时会自动开启。熊坤将无人战机给飞回来，落地的瞬间，黄岑清连忙过去查看。这不科学啊！鹰将现在可没这样的技术，这是我们在军事方面第一次领先他们。如果我们把这种技术用在三军，岂不是能够打造一支无敌之师？也不一定，鹰将研究量子力学方面比世界其他国家已经领先太多，说不定今后就会造出反物质武器，但至少现在我们确实是无敌的。这种科技肯定暂时没法运用到陆军方面，也就是说，这次南北部战区的陆军演习，我们依然有很大优势。这次演习，国级首长会来观摩。上次你们南部战区输得够难看的，这次可别在首长面前再丢人了。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上次我们输在了士兵素质上，装备方面我们可没输。老首长，你就别帮我说话了。上次军演确实是装备差距问题，这一次演习绝不会了。这次公伦和黄岑清来这里，除了打探情报外，另外就是给南部战区一个下马威。黄岑清直接打明牌，把他们研究所最新研制的陆军装备数据资料拿出来。等他们走后，一向淡定的左增辉也没忍住在办公室气愤道：“他们就是在挑衅，专门从那么远来，把新式装备数据摆这儿就走了，神气什么啊？黄岑清我是最了解他的，一直对我们南部战区的研究所生成军备局有意见。这家伙是来示威的，这次我们必须赢，若是再输，我们南部战区的脸都要丢尽了。首长，我给你立军令状，在临近南北部战区陆军军演开始之前，一定要把新式陆军装备给做出来，这次我们绝不会输。”熊坤说完后，把军备局的科研人员又给召集起来开会，一开就是好几天。而熊晓彤看到爷爷这么不要命的工作，连忙找到了陆丰帮忙。陆丰，我爷爷身体不是很好，最近他一直关在军备局搞研究，听说几乎没怎么睡觉。没关系，原本我还在想军备局怎么没让我去。不得不说，我们国家还是很人性的，不想去就不会强求。明天上午我会亲自去军备局。到了第二天，陆丰刚来到军区门口，却被门口的士兵拦住了。干嘛的？我去军备局。有介绍信或者通行证吗？陆丰拿出昨天熊晓彤给他的介绍信，上边有熊坤的盖章和防伪标识。士兵检查完确定没问题后，才把陆丰给放进去。而此时的熊坤正在研究部发火。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难道这次南北部战区的军演还想输得那么难看吗？这不是丢我的人，是丢我们整个军备局的人，丢南部战区的人。都过去这么多天了，别说一点进展，半点进展都没有，人家都把设计图纸全交出来了，我们是比着框框买鸭蛋。若是这都干不好，我看你们回家种田算了。局座，这上边的垂直起飞、极化分级技术，敌有机区建模块倒是好理解，因为我们之前也有研究，但是超音速热源跟踪还有量子空气盾，我们之前从没造过这样的军事装备，就算有图纸，要理解起来也有些困难。军备局的这些专家教授全都是各领域的天才，这么多天才聚在一起都看不懂的图纸，那个年轻人到底是怎么研究出来的？此时陆丰站在黑板前，望着上面的公式说道：“这里的理论都错了，你们连1+1都不知道等于几，肯定研究不出来。”一群80岁的专家却在听大学生讲课，他们死死盯着黑板，就像学生一样认真听课。战斗机的结构到这里就结束了，你们还有什么不懂的吗？这些设计图纸我们一半都看不懂，尤其是超音速热源跟踪导弹和量子空气盾的原理。没关系，鹰将肯定也看不懂，否则他们就把这些武器造出来了。这些其实很简单，你们只差一个思路。陆丰接着将猎鹰战机的设计细节以及技术难点跟这些专家讲了一遍。如此一来，量子空气盾不仅可以运用在战机上边，还可以利用到陆军的装备。这次南北部战区军演，我们的胜算会很大。熊老，南北部战区谁更厉害啊？空军，我们南部更厉害，陆军北部战区更厉害。但这次军演是陆军军演，上次我们输得很难看，所以这次才想要赢。你没当过兵，或许不懂士兵们对胜仗和荣誉的渴望。不，我当过。大一军训算吗？哈哈哈，臭小子还挺幽默。这次军演我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还有20天就正式军演了，造装备时间上肯定来不及了。军备局最新研制的坦克跟北部战区的58式坦克相比，数据层面看确实差了不少。我们唯一机会就是把量子空气盾用作单兵身上。陆军军演靠单兵作战观赏性差太多了，人家靠步战车、坦克、武装直升机，这完全没法比。既然上次都输了，这次不仅要赢，而且要赢个大的。话虽这么说，我又何尝不想靠装备制胜？但我们南部战区的研究重点是空军装备，陆军方面确实薄弱了些。别急，熊老，20天时间我能给你造一台新式坦克。你确定吗？20天太保守了，毕竟还要测试效果。对，20天怎么可能？造辆新式坦克不得1年半载啊！熊坤松了口气，若是这小子能20天造一辆新式坦克，那可真是怪物。给我13天时间，我把新式坦克造出来。你们用7天时间让士兵们尽快熟悉操作。我这次造的坦克可能跟你们印象中的坦克都不一样。
这话一旦激起千层浪，专家们的嘴至始至终都没合拢过，连熊坤都被吓到捂住了胸口。熊老要吃点速效救心丸吗？不用了，你造的猎鹰无人战机已经让我的心脏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你刚才说跟之前任何坦克都不一样，到底有何不一样？不知道你们是否听过坦克隐形？坦克隐形有什么用？就算雷达扫不到，放在路面这么大的单位，侦察兵一眼就看到了，这功能太鸡肋了，完全没必要啊！我所说的隐形，并不是涂上隐形涂层，而是正儿八经的隐形，跟电影里的绝对隐形不一样。我构想的这台幻影坦克是利用光线偏折原理来拟态周围环境，从而达到隐形的效果。这真的能实现？我需要一些材料，待会我会列清单，尽早帮我备齐，送到我的工作室去。你要在你那造坦克，你那是居民区，这种东西肯定不能在居民区造啊，会有安全隐患。我有一些难言之隐，暂时不方便说。如果你们需要我来建造这款幻影坦克，就只能在我那进行建造。至于安全性问题，其实我的工作室是租的仓房，之前是修车的地方，只是个平层，楼上没建筑。行，材料你写好，我尽快安排人给你送来。你那个地方的房价也不贵，我把周围给你盘下来，先把人群疏散，这样也放心些。给我盘下来？对，送你了，就当是猎鹰战机的购买费用。我们之前出口到非洲的一架无人战机，价格是300万美元。你的这架无人战机各方面性能加起来至少值2000万美元，若是买断技术，几十个亿都不止。但我们军备局的经费不够那么多，就先打欠条吧。嘿嘿，欠条就免了，能为国家做事是我的荣幸。把周围的房子买下来也好，免得哪天有人发网上去，弄不好会引来间谍。到了第二天，几辆军用大卡车停在了工作室门口。东风快递到了，请签收。东风快递不是导弹吗？还有地址28区是什么意思？这里马上改建成军事基地，划为28禁区。还好你这是郊区，附近不是厂房就是荒地，要不然今年我们南部战区的军费恐怕都不太够。就拆方圆几十米不至于吧？是几公里呀？局座说，如果你能把坦克造出来，今后在南部战区范围内，你比熊猫地位高。具体情况等会再和你说。我们先把货卸了。货物卸完后，陆丰便开始专心打造坦克工作。而在鹰将海外军事基地里，史密斯中将，我们有线索了。华夏的猎鹰无人战机是来自南部战区的军备局。又是军备局，他们好像是华夏最擅长研发空军装备的军备研究所。关于猎鹰无人战机的资料，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手。有了资料，我们很快就能研制出更先进的空军装备。大卫少校他们不会白白牺牲，我们一定会让华夏人付出血的代价。之江市某酒店总统套房里，此时的徐向杰心情有些忐忑。自他从鹰将留学回国后，已经有20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导师。我这次专程来找你，是代表 CIA 跟你谈话。我当初你申请鹰将绿卡一直没被同意，当时移民局怀疑你的政治立场，但是现在误会解除了，鹰将的大门永久为你敞开。天底下没有白吃的晚餐，恐怕是有其他条件吧？我听说军备局的最新项目没让你参与，既然华夏军方都在排挤你，你为何不选择为鹰将效力？在鹰将你可以享受应有的待遇和尊重，而且还有最先进的研究设备，比在华夏好上100倍。徐向杰想起自己被局做对，还把他请出研究队伍，顿时非常恼怒。我能做些什么？2件事：想办法弄到猎鹰无人战机的核心技术资料；另一件事，找到猎鹰无人战机的研发团队。呵呵，恕我直言，仅凭你们以前的团队，无法在短时间内研发出迭代的无人战机，所以肯定是有新团队的加入。六角大楼想知道是谁？徐向杰的脑海中顿时想到了陆丰。那天居然当众侮辱我，叫我闭上臭嘴，还说我跪得太久站不起来，真是荒唐。在同领域我才是专家，无论走到哪谁敢不尊重我？而且局座居然偏向他来指责我。猎鹰战机的研究资料，我会利用职务之便想办法从系统中拷贝出来。至于研发者，他现在就在28区。我怎么从没听说过28区？这是南部战区刚划分的新军事区，研发者就在那里边。有关这个科研团队，还有没有更为详细的信息？不，他不是团队，他就一个人，自称10天就造好了猎鹰无人战机。呵呵，反正我是不信。一个人制造的无人战机，把我们鹰将4架250隐形战机给击毁了。波特教授，我想请问猎鹰战机的技术真不是鹰将被泄露的？那架无人战机真是太先进了，华夏不可能设计出来，应该是由鹰将最先制造出来才对。绝无可能性！超音速热源跟踪导弹，我们鹰将研究了10年，其命中率始终无法保证。你一定是在开国际玩笑。我当时也提出了质疑，然后被局座给斥责了。他选择相信20岁出头的毛头小子，反倒是把我这个兢兢业业的总工程师给清除了研究队伍。那个人才20岁出头，若这件事是真的，那他简直是天才中的天才。这种天才，要么为我们所用，要么就得干掉，否则华夏跟我们鹰将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小。他就在28区，你们若是想要答案，就去找他吧。听说他正在进行坦克建造项目，叫什么幻影坦克。现在28区刚成立，护栏网都还没有完全搭建好，要想进去应该并不难。若是他不肯为鹰将效力，我劝你们尽快将他干掉。
司令在测试装备时发现惊人的一幕，坦克口径不仅比普通的大10倍，更是一炮把整个靶场给炸了。这门炮的威力也太大了，小鹿同志，这应该就是你之前所说的光谱散射炮吧？没错，光谱散射炮可以理解为电磁激光炮的升级版。我在里边装了核源电池，整个幻影坦克靠核源电池提供动力，以核能提供电能，再借助超导体进行聚能。炮嘴的装置可以吸收聚集的能量，以达到瞬时的爆发。刚才我们聚集了1分钟的能量，威力好像稍大了点，正常情况只需要聚能10秒就够了。你看看这说的是人话吗？威力好像稍微大了点，这才叫只大了一点。小鹿，你刚才说什么超导体？超导体不是需要在零下100多度的情况才有可能实现吗？我这室温超导不需要处在零下100多度。你是说你已经实现了室温超导？怎么了，老熊？左司令不是工程师，不懂室温超导实现后意味着什么。老左，我国要腾飞了，今后世界格局可能会出现2超多强的局面了。老熊，我知道你很激动，但你先别激动，就靠这门大炮，虽然威力很大，但也不至于让我们成为超级大国吧？鹰将的手里肯定还捏着秘密武器，只是一直没有展现出来。不是这门大炮，而是这门大炮其中的室温超导技术。室温超导一旦实现后，离可控和巨变就不远了。有小鹿同志在，我们华夏一定会超过鹰将的。只是最近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小心境外势力，他们应该已经盯上了28区，随时都有可能渗透进来。这段时间对28区严防死守，我再调一个团的兵力进行24小时轮班巡逻，绝对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小鹿同志是我们华夏的未来，绝对不能出现意外。一个团也太夸张了，到时候只怕会引起社会恐吓。我的工作室有警报系统，不会有事的。测试先到这，我回去再升级一下坦克。而此时鹰将国防部中，一众高级军官聚集于此，他们死死盯着眼前的屏幕，里面播放着坦克测试的画面。那是什么武器？没填充炮弹怎么就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力？那可能是电磁炮。电磁炮必须连接一大堆仪器，而且没这么大的威力。视频中那只是一个单独的大炮，没有连接任何仪器，所以不可能是电磁炮。CIA 还提供了一些情报，据说华夏正在研制一款新代坦克，试图跟我们妈主战坦克看齐。各位，进行下一步计划吧，是时候让华夏人知道谁才是这颗星球的超级霸主。随后午间新闻播报，咖喱国边防部队380余人携带武器和一辆美式 MA 主战坦克越过边境线200余米，阻拦我方修建公路，我方予以强烈抗议和谴责。哼，这应该是妈主战坦克第一次在鹰将本土以外的地方亮相，并且就布局在了我们华夏边境。鹰将这是在挑衅。我们有6位士兵在冲突时受了轻伤，咖喱国士兵伤亡情况比我们严重，修路的大多是当地人民，民风剽悍，骑着马拿着铁锹把10几个咖喱国士兵的脑袋给开瓢了。这群蠢货每次跟我们产生冲突都是伤我方100，自损1000，还不长教训。别太轻敌，之前咖喱国一直是亲近雄国，这次却用上了美式坦克，背后肯定没那么简单。最近鹰将跟咖喱国的外贸升温，或许跟这次事件也有关系。现在怎么办？让外交部继续谴责，我们的士兵就白挨打了。我看把你们战区的雪狼突击队派出去，直接给咖喱国边防部队搞一个斩首行动，让他们长长教训。各位领导，我北部战区近来新研发了一款坦克，虽然比起美式坦克还有一定差距，但是也能表示我们抗疫的决心。要我说，这次我们南北部战区军演地点选在西部战区算了，这样不是更能表现我们抗疫的决心？我觉得这提议可行，都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不展现我们威严给他们看，真以为我们好欺负？每次南部战区都到北部战区参加军演，必是不熟悉，所以都输。这次干脆我们西部战区大力支持，开辟一个中立战场，让你们进行联合军演，一来可以更有效锻炼2个战区士兵的战斗能力，二来也可以有效向咖喱国示威。我们虽未正面回答，威慑却震耳欲聋。这件事不是1、2个部门就能决定的，得跟上头打招呼。就在这时，曹玄德的副手上前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曹玄德的表情立马变得愤怒起来。他打开电视，上边正在播放鹰将的新闻发言。我们决定加强东南亚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咖喱国展开一场小型的军事模拟演习。这次演习不是联合海上演习，而是联合陆地演习，地点将会选择在咖喱国东北部。咖喱国东北部不就是与我方交界地区吗？这次鹰将真是骑到我们头上欺负，肯定是上次他们的250隐形战机被击毁，所以想制造事件把面子找回来。他们在边境搞军演，那我们也搞。北部战区你们新研发的坦克有多少辆？这次全调过去。第一批先制造了10辆，差不多够了。熊老，上次你们的猎鹰 F01无人战机可是给空军扬名立万，得到了国级领导的表扬。这次听说你们又研发了新坦克，成功没有？还在研发中，应该能赶在军演前完成。时间这么紧，不要只中看不中用啊！这次我们是向咖喱国和鹰将示威，所以一定要拿出我军的精气神来。既然南部战区这
这次没有完全准备好，那么北部战区你们就一定要完美展示我军军备，可不要出丑啊！黄岑清盯着熊坤，嘴角微微上扬。好的，部长，请您放心，我们北部战区绝不会丢人。散会后，熊坤拿出手机给陆峰打了过去。小陆同志，幻影坦克研发完成了吗？完成了，你随时可以来看。太好了，我刚才开会还一直担心这件事，现在我在龙都，晚上才到支海，明天上午我就派大挂车来拉坦克到军事基地进行测试。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电话挂断，黄岑清正好走了过来。老熊，说吧，你这次是不是又在扮猪吃虎？明明研发了新装备却不拿出来，非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展现。我俩几十年的交情了，你还瞒我啊？熊坤笑而不语，知道黄岑清是来的色的。真还没研究完成，平时私底下我俩开玩笑就算了，在部长面前我怎么可能开玩笑？之前在军备差不多的情况下，你们都一直输给我们，这次军备已经有了差距，恐怕你们会输得更惨喽。你这老家伙，专门过来就是说这事的，都60、70岁的人了，怎么跟年轻时候一样争强好胜？哈哈哈！这次军演我们对外不对内，鹰将在边境跟咖喱国搞军演，无非是想向我们展示他们美式贸主战坦克的威力有多强。我实话实说，我的58式坦克肯定不如美式贸主战坦克，我真希望你能制造黑科技出来，让鹰将傻眼。这次军演就算我们北部战区输了，我也绝无二话。哈哈哈！我卖个关子，我怕说出来吓死你，等到时候军事演习时，你自然就知道了。士兵从裤裆掏出一把步枪，接着瞄准300米外目标，随后扣动扳机，子弹以极快的速度在空中飞行，下一秒直接击中界碑。几十年了，没有一发子弹敢越过这条国界线，现在竟然敢打我们的界碑，鹰将想干嘛？挑起战争吗？当年他们在高黎落荒而逃的事情不记得了？会不会是不小心？国界线是用来干嘛的？马上给组织上报，然后通知连队进入战备状态。副营长立马将情况汇报上去，而此时边境外，上头下令继续朝华夏境内开枪，这样真的不会引起两国矛盾吗？怕什么？我们只是在搞联合军演，不小心把子弹打过去了而已，又没有越过国界线。士兵得到上头指令后，继续向华夏方面进行挑衅。几声枪响过后，界碑上又出现了新弹孔，而副营长看到枪眼再也绷不住了，气势汹汹地往边界线走去。那几个鹰将士兵见状，连忙让咖喱国的阿三们过去交涉，反正咖喱国脸皮厚，就算斥责他们也无所谓。你们这是在挑衅，我已经跟上级汇报，你们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你们自己承担。如果不是有军令在身，副营长真是恨不得直接掏枪跟这群畜生打一仗。你们华夏人真是容易应激，我们只是在军演，放轻松点，朋友。哼，我开枪往你们那边打，你来放轻松试试。随便你们怎么讲，我们反正没有越过国界线，而且我们是跟鹰将一起联合军演，你们若是不服，就去跟六角大楼讲，谅你们也不敢。这几个阿三说完就笑着扬长而去，而鹰将士兵看到阿三们笑着回来，就知道华夏军队肯定不敢轻举妄动。呵呵，他们每次都只敢谴责，从来不敢主动出击。我在想，要不用马主战坦克往那边来一炮，只要不造成人员伤亡，他们又能如何？这件事要不要跟上头大声招呼？这是他们的意思，你去找战地记者来直播，到时候全世界都会认识到我们鹰将的强大实力，同时知道华夏人就是怂包。10分钟后，鹰将把坦克炮口对向华夏，下一秒炮弹直接把界碑给炸飞了。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幻影坦克给我开启10倍充能，瞄准他们的坦克。10倍充能已完毕，已经锁定目标。陆峰随后按下了发射按钮，下一秒幻影坦克发射激光炮，炮弹直接击中鹰将的蓝莓坦克，现场只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深坑。解气，真解气！早就想这么干了，鹰将估计现在都懵了，哈哈哈！解气归解气，但要是鹰将借此机会对我们发难，就麻烦了。我们华夏可不怕他们，鹰将要是敢对我们动手，那我们的红旗必定插满六角大楼。这些年我国经济发展腾跃，引起西方国家的恐慌，试图制造威胁来制裁我国。不仅在棒子国部署导弹系统，还多次和小鬼子联合海上军演，甚至模拟登岛作战。现在他们来啊，只要敢来我就轰他们狗约的。这次一定要给陆丰颁发军功，至少也得是1等功。司令，我觉得这件事还是暂时不要声张为好。陆丰研发了猎鹰无人战机，上边有很多黑科技，足以让整个空军系统战斗力翻倍。还有这次的幻影坦克，环境拟态功能可以规避肉眼和雷达的观测，这些黑科技一旦被敌国掌握，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建议暂时不要太高调，要把陆丰好好保护起来。另外得让战忽局出马了，否则鹰将肯定会渲染我们华夏军对世界的威胁，到时候又联合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经济制裁，就麻烦了。众人听闻后不约而同的点头。熊导说的有道理，立线若是量太早，就会被敌人研究破绽，可如果突然出现，就能有奇效。让陆丰他们回来吧，现在还不是舞刀弄枪的时候，陆丰的安全最重要。半个小时后，陆丰，这次多亏了你研究的坦克啊，你放心，我们华夏不会亏待你的。此时一名士兵走了进来。
来，在左增辉耳边嘀咕了几句后，转身又走了出去。情报局得到消息，小樱花近期会进行一场秘密登岛行动，并且背后有鹰将的航母群协助。如果这个计划是真的，估计他们要下手的就是千沙群岛。司令，你刚才说鹰将可能会派航母来帮助小樱花？是啊，其实上个世纪70年代，小樱花就联合鹰将占领了千沙群岛，不过后面被我们给占回来了。鹰将几十年的老航母也该退休了，就让我帮他们一把。司令，距离28区大概3公里的地方就是海域，我想申请在那里建造一个造船厂，然后帮你们海军改装航母，而且还是能打爆鹰将的航母。哈哈哈，小陆你放心，经费和人员你需要多少尽管说，我一定让全军配合你。那我回去准备，争取早点搞出来。接下来的时间里，陆丰一直在专心打造航母，直到10天后，电视台突然播报了一个紧急新闻。就在刚才，我国渔民在千沙群岛区域遭到樱花海军的驱逐，2艘华夏渔船霸气回击，撞向樱花海军军舰，不幸其中1艘渔船当场沉没。樱花海军军舰不仅没参与营救，反倒阻拦其他渔船进行救援，造成银远号渔船的渔民们全部葬身大海。熊坤看着新闻出神，手中的筷子都掉了，也毫无察觉。小樱花怎么这么快就开始了？这小樱花还真敢在我国海域公然叫嚣。正好我们的航母也差不多改装好了，就拿它们来测试一下威力吧。士兵突然换上百姓衣服，接着从裤裆掏出火箭筒，随后瞄准800米外的装甲车，接着勾动扳机，炮弹以极快的速度冲向目标。而不战车内的维和战士并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杨班长，你还有2个月就该回家了吧？想闺女吗？嘿嘿，我来维和的时候，闺女才2个月大，一晃过去，闺女都2岁了，估计都不认识我了。闺女喜欢父亲，回去买点零食，闺女很快就会黏你的。突然，一发炮弹击中了4位维和士兵所在的装甲车，没等里边的士兵反应，道路两边冒出来10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对着里边就是一通乱扫。他们虽然穿着当地叛军的服饰，却用着美式装备。其中一人打开车门，确定车里的人都死亡后，捡起地上一张沾血的照片，上面的小女孩笑得很灿烂，而她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再也回不来了。报告指挥所，目标击毙，单列计划正式开始。自从华夏科技大爆发后，鹰将不仅在外贸上打压，就连华夏的维和部队也被他们袭击，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排长，我们跟杨班长他们失去联系了，再呼叫看看。他们巡逻的区域之前有个信号站被部落叛军给摧毁了，信号有点差。那我用卫星电话试试。营地又呼叫了一阵，发现还是没有回应后，终于用卫星锁定了装甲车的位置。排长，杨班长他们的装甲车已经有10几分钟没有移动过了，肯定是出现了状况。赶紧派几支小队去看看。乌江波是第一批来到苏丁国的维和人员，他非常清楚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要么是小队遭遇袭击，于是汽车反击，要么是小队遭遇不测，所以才没有回应。等另外几支维和部队赶到目标地点时，看到的是被打成筛子的装甲车，车顶也被炮弹给炸烂。救人，赶紧带回去。没呼吸了，他们身上至少中了10几弹，这已经不单单是叛军无差别袭击，这绝对是有预谋的袭击。杨班长还有2个月就回国了，他的女儿才2岁。可恶，我们就不能反击吗？联合国规定，维和部队只能当场自卫反击，事发后不能报复性的进行军事打击，不得主动介入战斗。特么的，那我们的战友就白牺牲了。他看着地上那张带血的照片，可以想象杨班长当时肯定在车上正在跟战友讲起自己的女儿，同时也在憧憬2个月后他就可以回家看到自己的闺女。等等，这是5.56乘45毫米北约制式子弹，不是叛军所用的武器。汪凯亮一怔，连忙在车上找到了更多子弹，全都是5.56乘45毫米北约制式子弹。绿箭 M855，这是北约会员国的标准用弹，当地叛军用的都是仿制伊朗和熊国的武器，就算是政府军，同样不会使用这种子弹。意识到这件事没这么简单，汪凯亮连忙跟营地汇报。就在他刚拿起通讯机时，枪声突然响起，他旁边的一位战士应声倒地。敌袭，戒备，着掩体。这些维和士兵都是从国内各部队挑选出的精英，很快反应过来后开始反击。可维和部队不准携带大火力武器，只能用步枪进行反击。这枪声好像是 HK416自动步枪，这是德系武器，同时也是鹰将三角洲特种部队和海豹突击队的基本配枪。我刚才看到开枪的人不是当地黑人，虽然穿着当地叛军的服饰，却带着鹰将福斯特公司生产的地式防弹衣。对方要么是国际雇佣兵，要么是北约国的军队，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的目的都很明确，那就是奔着我们华夏维和部队来的。小心单兵火炮！下一秒火炮就在他们的区域炸开，虽然有武装军车挡住，但巨大的冲击力还是让他们震飞出去。来了6辆武装军车，有2辆被摧毁了，剩下的人赶紧上车撤退。这根本没法打，对方有大杀伤力武器，而他们全都是轻武器，并且对方火力交替非常有序，显然不是当地叛乱的武装分子那么简单，弄不好是某国的特种部队。指挥室，我们遭遇了不明武装分子的袭击，他们手中有大杀伤力武器，还有扇兵火炮。杨班长小队确认全队牺牲，我们刚才又倒下了3个战友。你们按照之前的线路返回，我们马上来支援。收到，对方有大杀伤武器，而且用的是 HK416自动步枪，我怀疑是鹰将的特种部队。先把士兵撤回来，我们还不知道敌军的人数和目的。
这件事必须跟上头汇报，背后肯定没那么简单。此时28区的司令指挥室里，陆丰接到紧急通知，立马赶过来。小陆同志，这位是维和部队的总指挥员丁尚真。丁指挥，刚才我听说有紧急的事，不知道是什么个情况。我们巡逻队的4位官兵例行巡逻，结果遭遇炮弹袭击。丁尚真把具体情况说了一遍。你们的意思是袭击我们维和部队的，有可能是北约成员？不仅如此，我们派去的4支小队也受到了袭击，在撤退的路上被苏丁政府军用导弹击中，最后无一生还。丁尚真咬着牙，眼眶有些红润。我们怀疑背后又是鹰将在教唆。之前我们在马里地区也遭遇过政府军的袭击，最后我们的情报部门掌握了线索，确定就是鹰将在指使。看来上次没有把他们给打服，所以他们才在局部地区恶心我们。司令员，你有什么想法？我们第2舰队已经准备好远洋，并且让暴兵驱逐舰加入到这次远洋的阵列。苏丁地区局势复杂，我们的大军不能直接介入，所以只能派遣特种小队去会一会那支部队。我们将你叫来，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善兵武器，以保护我们的士兵更好打击和生存下去。之前制作的3代战甲已经具备了人机合一的能力，并且只需要背上作战包，使用时作战包就会附身于战士的身体，最后组成完整的战斗机甲。作战包整体重量40斤左右，对于特种兵来说，这个重量负重10几个小时都不成问题。陆丰带着他们来到了自己的研究室，拿出了之前制作出的战斗机甲。支援部队拿到装备后，立马开着驱逐舰出发。与此同时，远在苏丁的华夏维和部队也接到了上头的指示。我刚才收到指挥部的最新消息，很快我军的特种部队就会赶到支援我们，但由于这里是他国，所以我们仍无法使用大杀伤力武器。现在我们必须坚持2天时间，等援军一旦赶到，我们为死去的战友报仇。这些士兵们咬着牙，心中都有一股杀心。朝夕相处的战友死于暗枪，这口气怎么能忍？2个半小时后，极端分子用汽车炸弹冲向营地，站岗的士兵及时发现了那辆车，并开枪进行拦截。就在距离营地还有10米的地方，汽车炸弹爆炸，巨大的冲击让哨塔倒塌，3名官兵被埋在了下面。从这一晚起，敌人开始发起猛烈攻势，叛军甚至还有政府军一起对华夏的维和营地进行打击。表面看是叛军与政府军在交火，但10几颗榴弹落到了维和营地，就说明了这件事没那么简单。首长，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很多战士被榴弹炸伤，我们快坚持不住了。士兵把炸弹放在汽车上，接着设置好爆炸时间，随后汽车以极快的速度冲向目标。当炸弹爆炸后，大使馆直接被打开了一道大口，这就是叛军发明的汽车炸弹。大使，叛军用汽车炸弹把大使馆的墙都炸塌了，现在他们已经进入了我们大使馆领地，估计很快就会进来，我们的援军恐怕来不及了。士兵话音刚落，楼下就响起了枪击的声音，叛军冲了进来，受到鹰将的军火诱惑，他们不顾一切地冲进大使馆，势必要杀掉大使来引发争端。找到他们，先别着急杀掉，把活的交给鹰将，说不定他们会给我们更多的军火。好的，老大。是你们主动出来，还是我们找到你们，再把你们慢慢折磨死？洪德章看到仅剩的几个武警，身后还有很多无辜的侨民，于是鼓起勇气拿起喇叭。这里是华夏大使馆，我们来到苏丁是为了帮助你们建设国家，从来没有做过对你们苏丁人民侵略的任何事，你们为何要袭击我们？少假惺惺的说这种话，你们来到我们国家肯定是想殖民。我知道你们这些大国的嘴脸跟几10年前没什么两样。苏丁属于我们胡库族人，鹰将愿意向我们提供武器，代价就是杀了你们。叛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房间内的士兵已做好随时赴死的准备，都觉得这次凶多吉少。此时一道机甲突然出现，他举起武器一顿扫射后，剩下的叛军落荒而逃。投降，我们投降！你们头领是谁？王云飞举起手臂，手掌心的电弧脉冲炮散发着高温和危险，叛军头目吓得跪在了地上。你们背后的支持者是谁？是鹰将，他们答应给我们提供武器，让我们攻击大使馆，还有维和部队营地。报告旅队，刚才我逼问叛军得到一个情报，背后支持他们的是鹰将。也就是说，袭击我们维和部队的那伙人就是鹰将的军队？不出意外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在掩护大使馆的人撤退返回军舰，随后就赶来支援你们。这次务必把鹰将的嚣张气焰彻底消灭，让他们血债血还。而此时华夏的维和营地里，排长，他们火力太猛了，这绝对不是叛军的武器。别露头，小心狙击手。刘红旗有种无力感，叛军一直在进行火力压制，好像子弹不要钱似的。更致命的是那些放暗枪的狙击手，只要露头就会被狙杀。已经有不少战士倒在了狙击枪下，唯一可以出去的出口，现在因为围墙倒塌而挡住了路，车开不出去。若是不行离开就是活靶，不离开就是被瓮中捉鳖。他们死定了，没有任何重武器，根本破不了那些叛军的火力压制，又没有支援，所以只能是等死。叛军那边刚才的消息，他们跟大使馆那边的人联系不上了，恐怕是出了变故。大使馆一般也就10几个武警，以叛军的装备应该很容易就给杀了，怎么会出现变故？别忘了，华夏第2舰队已经抵达苏丁港口。上尉，你的意思是华夏某支部队已经进入了苏丁内？非常有可能，而且为了避免插手别国政治，他们很有可能只是派遣了一支特种小队来执行任务。华夏海军的特种部队大概率是蛟龙突击队，跟我们雷霆特种部队完全没法比，就说实战经验他们基本不具备。只要他们敢来，就让他们永远葬身于这片土地上。如这群鹰将大兵所愿，他们真的来了。几辆武装车在距离维和营地还有几百米的位置停下。
根据维和营地的情况，他们不仅遇到了叛军的袭击，还有狙击手的暗枪。那些狙击手应该就是鹰将的特种部队，找到他们，然后干掉他们。一行人快步赶到维和营地附近。小飞，看能不能把狙击手的位置给我找到。收到。同时，吕志刚联系上了维和部队。呼叫，这里是华夏营救小队，我是总队长吕志刚。收到，我们这里是华夏驻苏丁维和部队，我是总指挥刘红旗。我们已经抵达你们营地附近，但我们要找到对方狙击手的位置，绝不能让那伙人逃走。明白，我来想办法。谭路，去叫战士把头盔和防弹衣拿出来。我们特种部队已经赶到，他们要把狙击手的位置找到。现在我们躲在里边，对方狙击手无法开枪，他们很难锁定敌人的位置。此时，一处高地上，几名鹰将大兵趴在地上，凯伦斯等人坐在车上，他们的位置在高处，下边很难发现，除非狙击手主动暴露。哇哈！华夏维和营地已经有好几分钟没有露头了，让叛军直接攻进去吧。马赫迪首领带着你的人可以去扫荡了，华夏士兵已经完全没有了抵抗的意志，这些人恐怕早已被真实战场给吓尿了。多谢你们的武器，这样的合作我们以后还能再继续。只要你给我们提供武器，我们能帮你们做任何事。此时，鹰将狙击手看到有人露头，毫不犹豫地开了一枪。当看到那个头盔飞了起来，立马意识到不对，那是假人，他们在找我们的位置。别紧张，查尔，他们又没有迫击炮和导弹之类的武器，就算找到我们的位置，难道还能用枪打到我们？下一秒，一发轻型导弹猛然落下，几名鹰将大兵被炸得支离破碎。凯伦斯连忙拿起望远镜看向维和营地。巴克，他们还有导弹，简直是无视联合国规定，居然在他国携带大杀伤武器。他话刚说完，子弹就如暴雨般从空中倾泻而下，打得他们猝不及防。怎么会出现机甲这种东西？快给我把他们打下来！地面单位连忙举起枪反击，可普通子弹根本打不穿机甲。目标已找到，所有机甲都给我杀，把这群畜生给撕碎！一时间，更多机甲出现在上空，而这群鹰将大兵作战经验非常丰富，虽然内心很震惊，但还是迅速进入战术状态，以军用皮卡作为掩护，对空中目标进行射击。同时，凯伦斯开始呼叫支援。呼叫！这里是图华小队，我们遭遇敌袭，请求支援！是华夏特种部队吗？你们打不过。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对方是机甲部队啊，子弹根本破不了防。你问我打不过，你来打一个试试。我在执行任务时发现惊人的一幕，敌人不仅公然入侵华夏领海，并且发射鱼雷击中我方护卫舰，更是连线对我进行警告。你们的驱逐舰挡我路了，赶紧回你们华夏去，不然后果可是很严重的。真是嚣张！你们鹰将给我等着，马上跟战区汇报情况，我们要开始反击了。明白。大校，鹰将航母的舰载机出动了，他们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上次被打得那么惨，还没有吸取教训，看来还是没有被打服啊。既然如此，那就让你们彻底服气。1号炮兵导弹上写，1号炮兵导弹已准备就绪，坐标已设定，炮兵导弹发射。下一秒，导弹朝着鹰将航母群袭去，发现敌方驱逐舰发射导弹，发射诱饵弹，副炮准备拦截。随后，炮兵导弹在半空中被由于高度不够，所以并没有像上次一样形成冰雹。舰长，我们的导弹被拦截了，距离太远容易被拦截，那就凑近一点，满速朝鹰将航母群方向行驶，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报告舰长，华夏军的驱逐舰正往我们驶来，而且速度非常快。居然还敢主动拉近距离。他不理解为何华夏军舰会主动朝他们驶来，在他看来这简直是来送死，因为距离越近的话，导弹击中时间越短，反应时间也就越少，而且海面以下还有他们的潜水艇，鱼雷也更好击中。通知所有驱逐舰和护卫舰同时发射导弹，没有本土优势，我看他们要怎么拦住。张良启淡定地吃了一颗晕船药，经历了上次作战，他以为自己适应了150节的船速，看来150节真不是一般人能适应得了的，他们待会肯定会对我们集火，提前把集束蜂鸟拦截导弹准备。收到。集束蜂鸟拦截导弹已准备，而此时华夏南部战区里，现在真是装都不装了，不仅派遣特种部队袭击我们维和部队，而且还敢直接对我们海军发起攻击。好消息是银翼战机被舰载在武汉舰上，空中力量暂时不用太担心。刚才接到的消息，宁波号和昆明号已经击落了敌方8架战机，几乎没有敌手。还好有小陆同志研发的6代战机，要不然我们跟鹰将争制空权还真的争不过。以小陆的天赋，能让我们短期内实现追平，甚至有反超鹰将的可能。不过我们也不能太大意，谁知道鹰将有没有藏后手？我们现在联系东部战区派遣航母已经来不及了，从本土出发抵达苏丁区域，满速情况下也要6天时间。我就在想，我们为何不能在海外建造军事基地？我也觉得，为了适应全球军事化，海外军事基地的建造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一旦发生战事，战略的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件事后，我就写报告跟上头说明此事。要不是这次有豹兵驱逐舰和银翼式战机，只怕我们南海第2舰队就要葬身大西洋了。此时鹰将白宫里，特登正坐在办公室观看大西洋的战役。总统，我们开野航母军是最先进的，无论是防御性能还是攻击性能，都优于之前的尼根航母。他非常自信对特登说道：总统，你看着那艘驱逐舰，马上就会被我们击沉大西洋。
可汗，可别打得太碎了，那上边还有我们要学习的技术，尤其是可以区域冻结的导弹。如果我们掌握了，就可以代替核武器对其他国家进行威慑。核弹是高温，这种导弹是低温，并且没有核污染，更环保。此时，一艘驱逐舰从海域另一边冲了过来。速度这么快，怎么跟海上跑车一样？那艘驱逐舰的动力一定是划时代的产物，也不知道华夏是如何完成4代到6代的跨界突破。我们必须将那艘驱逐舰给击沉，然后逆向研究船上的技术，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机会。可能今后华夏很少会把新式军舰派到海外。大屏幕中传来巨响，驱逐舰用极速蜂鸟把鹰将的导弹全给拦截了。就这么一枚极速拦截弹，就能拦截几10枚导弹，并且非常精准。我们鹰将海军从实战上看，已经开始落后于华夏。再这样下去，我们世界霸主地位就会受到巨大的挑战。为什么我们不制造这种导弹？不是不制造，是做不到。特登总统，现在你应该清楚我为什么主张尽快打击华夏。这只兔子已经觉醒了，若是再不制止他们的发展，我们鹰将的霸主地位将不复存在。我们所谓的盟友会离我们而去，最后将炮口对准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这支海军给团灭。我倒是有个主意，我们可以向苏丁境内发射核弹，以华夏礼仪之邦的做派，他们肯定会拦截核弹，这样他们的反导弹就会被分散，我们趁机对他们发射导弹，就可以将他们给击沉。每个人都沉默了一下，大脑在快速思考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总统不能再犹豫了，别忘了那艘驱逐舰可以区域冻结，若是有一发导弹我们没能拦截成功，我们的航母群又将会报废。汤森司令，您来下令吧，命令核潜艇向苏丁发射2枚核弹。汤森的额头不禁冒出冷汗，他会成为鹰将的英雄，但也会成为世界的罪人。总统下令，他不得不从。通知核潜艇对苏丁境内发射4枚3叉戟核弹。女孩只是敲了几下键盘，却直接黑进了鹰将卫星系统。通过星链系统，再连上军工雷达系统，就可以做到全世界有任何导弹发射，我们都可以精准判断位置和计算引爆时间。李木子的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黑客大佬果然厉害。我在家里岂不是可以观测整个蓝星的军事情况了？搞定。随着李木子敲下回车键，鹰将星链系统植入了军工雷达系统的插件，两者连同运作，整个蓝星的陆地和海域都一目了然。突然，系统发出警告的急促响声。检测到4枚3叉戟核弹正在袭击非洲西部苏丁国境内，预计14秒后引爆。鹰将居然对平民发射核弹！苏丁不是我们维和部队所在的地方吗？鹰将为了打击我们的维和部队，直接发射了4枚核弹。熊小童不是很理解，这样的行为对于他来说，跟用导弹去炸鱼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目标应该不是真正冲着苏丁国境内。陆松的脑子在快速思考，很快就想到了。我知道了，他们是想发射核弹，然后吸引暴兵驱逐舰发射反导弹去拦截，这样就能够避开驱逐舰的反导弹，来将其击沉。他们也太不是人了！万一核弹真的不小心落入地面，就会有数不清的人丧生于核武下，而且今后那个地方也难以再让人类生存，这让苏丁本就领土不多的小国更是雪上加霜。此时大屏幕中，苏丁领土上空出现了巨大的能量涟漪，正以波纹的形式向四周蔓延，显然是核弹被导弹给拦截下了。就趁现在，赶紧击沉华夏那艘驱逐舰。他刚说完，旁边的电台突然传来求救。卡尔马指挥舱，我们这边遭受到了不明生物的袭击，我们也遇到了。现在我们的士兵正在抵抗，可根本打不过啊！他打开监控一看，发现机甲把他们的士兵给包围了。可恶，这些机甲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霍华德眉头紧锁，连忙跟白宫联系。司令，我们这边遭遇了敌袭。你们遭遇敌袭？难道不是我们正在瓮中作弊？华夏第2舰队马上就要被击沉了。我们航母内部遭遇敌人袭击，根本无法阻挡。那好像是他们的机甲部队，绝对不是普通特种部队。我们现在必须返航，否则我们的船员迟早要被那支特种部队消灭。返航？那岂不是没法把华夏这支海军给打败了？不行，绝不能撤！我马上安排海豹突击队乘直升机赶来支援。接着2架运输直升机，可刚到海上就被打击。汤森吸了一口冷气，嘴唇微微有些颤抖。海隐航母还在不断传来坏消息，他们破坏了主机控制室，所有舰载机均无法再起飞，导弹发射舱与控制枢纽失去联系，我们无法再发射导弹了。他们的目标该不会是核反应堆吧？若是那里出现问题，2个航母群都会被核反应能量摧毁。绝不能让航母核反应堆发生爆炸，赶紧撤退，跟华夏海军交涉，我们会撤出苏丁国海域，放他们离开。特登这次是彻彻底底的慌了，而霍华德拿着通讯器，直接跟对面华夏军舰联系。这里是鹰将海隐航母群，我是总指挥官霍华德，我们同意放你们离开，让你们撤侨，请尽快撤出你们的特种部队，以避免冲突升级。总指挥，华夏方把接收信号给屏蔽了，我们联系不上他们。真是法克至极，难道他们想法克加剧冲突吗？而另一边，萧家胜已经看到鹰将航母试图跟他们取得联系，但他没有理会。他们发射了那么多枚导弹，我们的通讯被损坏，不接他们的无线电也很正常。通知其他军舰绝不接收鹰将的信号。这群畜生以为自己是世界警察，无法无天惯了。他拿起对讲机通知全舰，
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我们被打趴下了，从此进入了黑暗的几十年，然后又发展了几十年。两朝战争我们第一次站起来，现在我们华夏海军第一次走出国门，在海外跟列强正面交锋。我要说的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今天我们就要跟鹰将再次亮剑。所有官兵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同时机甲特种小队也听到了。你们去把前面出口占了，我们准备登甲板，直捣敌军剑桥指挥部。机甲小队冲了出去，直接来到了航母甲板上。总指挥，华夏特种部队已经杀到甲板上了，怎么办？把外放广播打开。霍华德满头大汗，他已经透过玻璃看到了几个周身赤红的机甲。甲板上的华夏部队听着，我们的副炮已经瞄准了你们，现在我们已经撤退，允许你们海军离开苏丁海域，你们必须马上离开，否则我们不排除对你们动用一切应对措施。他们很快看到甲板上的华夏机甲部队全都跳入海里，看样子是已经撤走了。舰长，敌军同时发射了50枚导弹。霍华德赶紧看向前方，漫天的导弹出现在天空。糟了，这些导弹里边肯定隐藏着华夏的神秘导弹，必须全部拦截。霍华德突然反应过来，刚才那些华夏特种部队不是被吓跑了，而是得到命令开始撤退，避免被自家导弹误伤。可恶，你们给我等着！鹰将为了阻止华夏发展，不仅摧毁我国卫星，更是让小弟直接华夏联盟。这是鹰将在做局，把我们华夏引入他国战场，以此拖垮我们经济。我们不能直接介入，但一旦发现咖喱国背后有北约提供帮助的确切证据，我们就绝不能坐视不管。可我们的北斗卫星暂时不可用，没法去寻找鹰将和咖喱国联合的证据。熊国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现在西部战区开始进入战备状态，一旦咖喱国任何武器落入我国领土，就可以直接采取反制措施，坚决不能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连试探的机会都不给他们。放心吧，部长，回头我就安排下去。之前咖喱国跟我们发生冲突，害得我们牺牲了几名士兵，这个球一直没报，老子还憋着一股火。我们不介意让咖喱国再来一次首都保卫战，只要他们敢来，老子就敢打。目前我们手头制造新式装备的数量大概有多少？部长，你所说的新式装备具体指的是？我换个说法，陆风所研发的陆式装备。这个词是曹玄德临时编的。若是普通的新式装备，还无法追上鹰将的脚步，但陆风所研发的装备却直接反超了鹰将的装备。现在我们有猎鹰无人战机20架，幻影坦克40辆，6代战机14架，驱逐舰1艘，机甲50套。够了，让你们下去准备准备，我们准备要打一场硬仗。而在咖喱国攻下米尔地区后的第2天，中东地区连接华夏的石油管道被炸了。外交部随即召开了发布会。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不管这场冲突是由谁引发的，都不应该牵扯到我们华夏，尤其是这条从中东地区连接华夏的石油管道，我们用了5年时间修建，这笔损失，我想某些国家应该要承担责任。张树东说的是某些国家，指向性就很明显，咖喱背后还有其他势力的参与。华夏方是否会直接或者间接性参与到冲突当中？我们华夏几千年来都是礼仪之邦，但不代表我们就是任由揉捏的羔羊。我在这要说的是，不要触及我们的底线，否则我们不排除采取一切措施来进行反制。这里的措施包括了经济、科技和军事。可是前段时间华夏的卫星失效，导致你们无卫星系统可用，就算华夏要军事介入，只怕是会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毕竟没有卫星，导弹就无法进行精准打击，通讯也会受到影响。我们不需要你瞎操心，我们自然有办法。而陆丰他们也在看新闻发布会，现在就等鸾鸟载运飞船的发射，重新组建北斗卫星系统，并且将 A 公司的卫星给清除，那么我们就能制霸整个近地轨道了。这些阿三们，我们在等装备运往西部战区，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对付阿三，就算不使用导弹进行打击，就靠单兵，我们也能打到他们首都去。南亚地区就属他们对我们挑衅最凶了，这次就该灭灭他们的士气。以现在的挖山速度，1个月左右时间，大体生产线就能开始完成并开始动工，其余细节再慢慢完善。到时候蓝星近地轨道，鹰将就再无话语权。此时华印边境中，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华夏军已经对我们宣战了，这次我们要一雪前耻，让华夏人知道我们是世界上第3大军队，仅次于鹰将和熊国。只要华夏军队出现，我们一定会让他们吓得屁滚尿流。是啊，只要这一战我们打赢，就能一举侵入华夏领域，不仅能把霸帝国给占了，还能占得更多华夏人的地盘。再过几代人，我们就能把华夏给全部吞并，到时候整个亚洲都是我们咖喱的领土。与此同时，华夏天狼特种部队已经准备就绪。报告连长，土家坡方向发现咖喱国部队，目前还在集结，看他们这样子，应该是打算从下边的李家峡摸过来，打我们措手不及。甭等了，又不是打鹰将王牌军，揍这些杂牌军谈不上战术，直接火力压制。天狼特种部队直接杀了上去，而6代战机在无北斗系统的情况下，仅靠雷达和飞行员的技术，就敢肆无忌惮地来到咖喱领土，毫无畏惧其防空系统。幻影坦克登上战场，更是打得咖喱军队毫无反手之力，2级反转的如此之快，别说咖喱国高层，就是鹰将总统也都懵了。咖喱国军队为何如
如此不堪一击？他们每年投入几百亿美元的军费都用在了什么地方？他们政府腐败已经根深蒂固，那些军费被贪污了不少。之前没打仗还看不出来，这次就直接露出了短板。一旦咖喱国被华夏打败，那我们就再无办法限制华夏。总统必须尽快做决策了，我们得向咖喱国进行武器支援才行，否则以他们那些装备，完全是被华夏军吊着打。那就准备给咖喱国送装备。对了，华夏修建的那个航天基地现在什么情况了？修建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得多，预计1个月的时间，那个航天基地就能修建好。我们4、5年都修建不好，这样的对手实在太可怕了，绝对不能任由他们继续发展，否则这个敌人我们恐怕真的无法再面对。马上给咖喱国送装备，必须阻止他们的发展。天上凭空出现几百颗陌生卫星，并把华夏北斗卫星全部击毁。为了反击，华夏联合全国力量，耗时2个月建造完航天基地，同时把10万吨级、总长200多米、翼展700多米的太空飞船给造出来。看到载运飞船升空，最后成功进入大气层，陆丰和熊坤等人十分激动，真是不敢相信，我们竟然能够造出这样的飞船。就算是鹰将的重型火箭，也就100吨左右的重量，跟我们的载运飞船相比，差了1000倍之多。哈哈哈，这下该鹰将该睡不着觉了。陆丰，我们准备清理鹰将多少颗卫星呀？全部。我之前说过，等我们第一架运载飞船造出的那天，就是近地轨道大洗牌的时候。而与此同时，鹰将6角大楼里，总统，华夏的太空飞船已经升空，并且就在刚才，他们把我们发射的捷鹰重型火箭的电池板给剪断了，导致那艘火箭跟地面控制中心失去了联系。他们的目的是重新布局卫星系统，恐怕不止如此，他们是想将我们的卫星全部摧毁。最关键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办法阻止，除非对他们发射反卫星导弹，将那艘飞船给击毁。特登也拿不定主意，一旦他们发射的反卫星导弹，那么无疑是在宣战，同时也会遭到世界其他国家的谴责。尤其是现在熊国跟华夏的关系比较暧昧，一旦这2个国家联合起来，只怕是北约也不一定能够顶得住。马上召开紧急会议。10分钟后，鹰将的 GPS 卫星系统失效，一时间，全世界使用 GPS 系统的国家都乱了。这是我们拍摄到的画面，从这颗通讯卫星的大小来反推那艘飞船的体积，长度至少在200米以上，翼展在600-700米左右。我们的太空飞船在他们面前就像是牙签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GPS 系统已经完全没用了。不光是 GPS 系统，而是我们所有卫星都失联了。我们花了几10年的时间，所有的努力全都付之一炬，所以我们必须以牙还牙，用反卫星导弹将华夏的飞船给击毁。哼，这件事还得再商议商议，弄不好就会掀起第3次世界大战。正好啊，一直没理由可以制裁他们。现在华夏的发展速度实在太可怕了，若是再让他们发展10年，只怕是会超过我们，成为超级大国。没错，我们可以用咖喱国作为战争场地，全面向华夏发起战争。只要打败他们，几10年时间，他们就不敢再嚣张。你们确定能打过华夏？这半年时间，我们已经吃了2场败仗。倘若真要发起战争，一旦输了，北约将不复存在。你们先考虑清楚后果，不要轻举妄动。我们不能跟华夏全面宣战，但这次他们袭击了我们的卫星，我们可以宣传，不确定那是否是外星飞船，所以才决定将其击毁。特登觉得合理，于是下令让导弹基地对华夏的飞船发射反卫星导弹。而导弹基地接到指令后，联合宇航局计算出了华夏太空飞船的运行轨迹，4枚反卫星导弹装载着核弹头，瞄准了近地轨道的鸾鸟号载运飞船。而另一边，华夏太空指挥中心里报告地面指挥中心，5329颗卫星已全部铺设，请测试连接情况。回鸾鸟号，目前我们已激活5289颗卫星，其余的几10颗卫星或许是质量问题，位置已发送给你们，请在下一轮公转期将其回收。收到。校将军，现在太空舱的船员感受如何？非常好，循环室已经开始种菜了，利用蒸腾作用，还能实现飞船的部分饮用水循环。刚才我们通过计算得知，飞往火星只需要10天的时间，我们甚至可以去火星种土豆。还不能太大意，我们将鹰将的 GPS 卫星系统全给毁了，他们肯定会有反制措施。由于之前北约向咖喱国提供武器，我们已经切断了跟西方国家的电话联系，他们无法联系上我们，有可能会直接发射反卫星导弹。明白，我们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话音刚落，地面基地就检测出鹰将某处地方突然出现了红色高温。部长，这里应该是鹰将的导弹发射基地，刚才他们发射了4枚导弹，运行方向是近地轨道。熊坤连忙让技术人员将图像放大。这是鹰将最新的反卫星导弹，带有核弹头，可以轻松炸毁任何卫星。他们发射了4枚，目标肯定是冲着我们的太空飞船，直接发射东风3号导弹，对他们进行降维打击，他们才会放弃这愚蠢的念头。东风3号导弹属于天基动能武器，借助助推器和重力势能，就能对地面造成威力巨大的打击，而且不会有任何的环境污染，速度超过10马赫，蓝星任何国家的现有防御系统都无法进行拦截。而此时鹰将指挥室里，报告总统，我们检测到1枚高速坠落的物体，不确定是否是导弹，但现在那个物体正在迎面撞击我们发射的反卫星导弹。大屏幕画面一转，只见天空一颗如陨石般的物体带着熊熊烈火，朝着鹰将反卫星导弹席卷而去。现在那4枚反卫星导弹还处于同一个
一声巨响后，东风3号并没有因为与鹰将反卫星导弹撞击而停止，反而是继续坠落。撤退，快撤退！为了报仇，华夏发射了东风3号导弹，不仅拦截了鹰将的3枚核弹，更是一炮炸毁了他们的导弹基地。总统，丹佛导弹基地刚才被袭击了，方圆5公里皆在打击范围，大火引发了导弹爆炸，那里边还有很多核弹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怎么龙国在这半年多的时间，军事方面发展的如此迅速？最尴尬的莫过于这个宇航局局长，他刚说华夏飞船不可能有反制手段，结果人家天降正义，不仅拦截了导弹，顺便从源头解决问题，把导弹基地都给炸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他们只留下了我们的国际空间站，其余卫星全给我们毁掉了。留下国际空间站是因为里边有熊国的宇航员，否则你信不信，他们连国际空间站也会一起干掉？他们简直是恐怖主义！如果不是飞机具有惯性导航系统，否则现在空中的所有航班都找不到降落的位置。我们应该跟华夏建立对话，否则我们的经济将会遭到毁灭性打击。等到天亮，特登急不可耐地召开了新闻发言会。总统，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全球 GPS 系统失效了？直到现在都没恢复。这件事应该问华夏，他们发射了一艘天空飞船，将我们的卫星给破坏了。当然，有可能是不小心，但我还是希望华夏能恢复跟我们的通话。有什么事大家好商量。那昨晚丹佛导弹基地发生爆炸，空中出现的蘑菇云又是怎么回事？特登不敢承认，他们主动发射导弹去袭击华夏的太空飞船，而且还被拦截，最终被反噬。这件事不需要过多解读，若想有效解决卫星导航的问题，只有让华夏方与我们通话。而此时华夏指挥中心里，凭借最新的北斗卫星系统，我们对咖喱军实现了精准的斩首行动，还打击了不少北约军官。现在咖喱国损失惨重，东北部完全失守，南部和东部也节节败退。很快我们又会打到新德里去，让咖喱国政府坐立不安。这倒是好消息，本身咖喱国就没多少实战经验的军官，现在通过斩首行动后，他们就群龙无首。哈哈哈，这下该鹰将头大了。对了，小陆同志，等会还有个新闻发布会，你一晚上没怎么睡觉，先喝这个提提神吧。这是何物？瞬间就不困了。这是我在抖音商城买的瑞幸咖啡，好喝又提神，上面很多都不到9块9，好吃又便宜。我还买了好多小零食，现在赶上双11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真的买得值。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今年双11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多专属优惠，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等会我再去看看，我先去新闻发布会。陆丰很快来到了接待室，在场200多位记者，部分是各国新闻社派来的，也有些是各国情报部门的探子。我就是蔚蓝星际公司 CEO 陆丰，在过去的2个月时间，承蒙热心工友的帮助，仅用1个月的时间就将航天基地建造完成。请问贵公司昨晚发射了一艘巨型飞船，有这回事吗？准确来说是深蓝载运飞船。至于巨型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够准确，因为这次我们发射的载运飞船满载的情况下也就10多万吨，并不算重量级，顶多是中型。10多万吨的飞船还只是中型。这次我们发射载运飞船的任务是重新布置北斗卫星，从原先的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变成总计5000余枚在轨卫星。请问鹰将的 GPS 卫星是否是被你们的飞船所破坏？我们蔚蓝星际公司是第一次发射飞船，出现点故障很正常。鹰将的 SB 公司成立10多年，发射了那么多火箭，前段时间不也出现故障，把我们的北斗卫星给撞毁了吗？而且我们在不小心将其他卫星撞毁的同时，也将那些太空垃圾给回收了。像我们这样的良心企业可不多见，不像某些企业那样把太空垃圾留在近地轨道，对空间站的危害多大呀！而此时鹰将办公室里，大屏幕上正播放着新闻。巴克，他居然把恐怖袭击说得如此冠冕堂皇。局长，这件事白宫怎么说？难道任由华夏霸占全部的近地轨道？我现在已经不是宇航局的局长了，按照现在的情况，恐怕已经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制裁华夏的航天能力。怎么不当局长了？巴克，你问我怎么不当局长了，都怪我当时嘴嗨，真是低估了华夏的实力。不过我现在有了另一个职位，或许这是唯一可以制衡华夏的办法。在什么地方？拉斯维加斯，那里有个神秘基地，51区嘛。没错，原本51区已经被封禁很久了，但华夏飞船这件事发生之后，上头重新启动了51区。天上凭空出现3枚东风快递，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向目标前进。下一秒，一架运输机刚降落就被东风快递击毁。从大屏幕看到被炸毁的咖喱国空军基地，指挥中心的军官们不禁庆祝起来。继续送啊，看西方国家有多少库存，他们送一批，我们炸一批。原来飞机上运输的正是鹰将支援咖喱国的武器。针对咖喱国首府的行动什么时候展开？还在等上头通知，好像是军备局最新研制的几款装备正在进行测试阶段。就在他们还在探讨最近局势时，忽然接到上级命令：是，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打好这场仗。
师长，司令部说什么了？我们的大部队要来了，这次是准备尽快解决战斗。21万部队已经在巴基国集结，再加上我们目前在战场的8个级盘踞，总计共约40万人。巴基国还派了50万人作战，再加上其他一些国家派出的雇佣兵形式的部队，我们这边总兵力岂不是达到了100万？咖喱国方面再加上雇佣兵，总兵力同样达到了100万级别。这场大战可谓是2战之后规模最大的战争了。现在打仗可不是拼人头，我们还派出了1900架飞机、7000辆坦克和6000辆装甲车。同时，印度洋海域东部和南部战区的海军舰队也已经出动。我们这次势必要复现比海湾战争还要精彩的战役。而面对华巴联军来势汹汹，咖喱国总理德迪却丝毫不慌。我们拥有120万精锐，而且早就做好了战斗准备。我们凭借坚固的工事和庞大的防空体系，又有西方国家提供武器，我们完全可以拖垮华巴联军的攻势。我们国家各邦部署了260多个地空导弹阵地，构成立体化的火力网。华巴联盟军想要再入侵我们的领土，就得掂量掂量有没有那个本事。如此一来，一只蚊子都别想进入拥有地空导弹阵地的邦。只要华夏军赶来，就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翌日凌晨，华夏6代机用导弹直接打通了200公里宽的空中通道，而此时华夏指挥中心里，这只是刚开始，各位，今晚还有一场大战等着我们。现在开始下一步计划吧。与此同时，咖喱国的北约联盟军正在狙击一支华夏小队。此时的华夏运输车正运输补给到前线，突然一发炮弹打中了对前一辆运输车，一时间子弹如骤雨倾泻，使得这支运输队只能躲进灌木丛。小散，敌方大概有多少人？9点钟方向大概30多人，清一色北约装备。12点钟方向应该是咖喱国军队，人数恐怕上百人。这群家伙一直想跟我们打陆军正面战，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拼人头？现在我们华夏有属于我们的快速反应部队。121运输小队呼叫快反指挥中心，我们遭遇敌军伏击，坐标8314、8158，请求支援。121小队，我们正在赶往，坚持住，快反部队正在全速赶往中。这里是6代机2号121小队，我们会执行空中掩护支援，保持联络。5分钟后，空中发出螺旋桨的轰鸣，武装直升机和6代机快反梯队已然赶到。我们已识别信号，121运输小队，我们将从东南方进行空中打击。短短1分钟，在炮弹的洗礼下，已经听不到周围的枪声了。121小队，周围敌人已经清除，观察到你们的一辆运输车受损，请尽快转移物资，我们会为你们护航5分钟。通过这次被伏击，上头迅速增派了侦察机和预警机，使得现在咖喱国的一举一动，华夏军尽收眼底。一旦咖喱国战斗机起飞，雷达开机就会被跟踪击毁，以至于许多雷达站根本不敢开机。这样的高强度轰炸持续了10天时间，咖喱国军队已经陷入了彻底混乱的状态。于是总理德迪一个电话又打给了鹰将总统特登。特登总统，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如果北约不直接出兵，而是以偷偷增派雇佣兵的方式，是根本打不过华夏的。北约若是向华夏宣战，那无疑是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不过你们不用担心，我们已经跟西兰国商议好，他们同意让我们的舰队靠岸。虽然现在华夏封锁了海岸线，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西兰国运输部队和装备。同时，我们会召开联合国大会，限制华夏的部分武器使用。华夏国怎么会同意？他们跟其他国家不一样，非常遵守联合国的话，就像是班级最听话的孩子，自以为是班长，实则是傀儡罢了。边境突然被入侵，当我拿起武器反击时，却被对方告上了联合国大会。你们说我们利用大杀伤武器杀害咖喱国平民，这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证据。但我们倒是在战场上发现了北约国的军队，不知道你们要如何解释？不可能，我们北约并未牵扯到这场战争。不过不排除一些雇佣兵私自去咖喱，帮助当地人实现解放。哈哈，难道是你们不知道是咖喱先集结兵力试图入侵我国边境？你管这叫解放？总之，在咖喱国投降之前，我国不会放弃任何形式的打击。顺带一提的是，我们已经切断了西兰和咖喱的港口航线，各国商船最好避开这段航线，否则不排除我们的导弹系统被误判为敌船，将其击毁的可能性。现在袁政军在联合国的态度，那叫一个字硬。华夏一直猥琐发育几十年，就是等着这天。与此同时，华夏航天基地里，小陆同志，我们检测到鹰将存在高频电磁波，这应该是气象武器啊！利用天线发射的微波聚集形成一个波束，发射到高空电离层中的某一点，以该点为中心一定范围的电离层加热，直至把臭氧层烧出一个大洞，这会造成大气环流的改变，引起所在地区内的洪水、干旱、火灾、台风，甚至是更为极端的气候。如果说检测到了高频电磁波，说明他们已经在测试效果，可能会用作战场。那我安排人密切关注，有情况再告诉你们。与此同时，左增辉司令接到了鹰将陆军司令的电话，这种级别的通话一般都要提前沟通，双方同意才能进行。关于这次你们华夏侵略咖喱的事，我再次声明，我们是自卫反击，我们已经向联合国展示了咖喱军队持枪越界并袭击我们哨兵站的视频。无论是侵略还是自卫反击，这都不重要，这很重要。我们华夏素来以人为本，
促进周边地区和平与稳定，跟频频干扰他国内政的国家完全不相干。哼，等这通电话打完，我将不会接听华夏任何电话，希望你们考虑清楚后果。那你们尽管放马过来就是。这鹰将真是嚣张，气得我鞋子都崩坏了。不过这鹰将是什么意思？还敢威胁我们？这群狗约的，他们的战机被我们打成那样，有什么底气嚣张？不可轻敌，那可是鹰将，他们手中肯定还有其他底牌，只是现在他们一直在让盟友把底牌亮出来，所以还没完全展示。鹰将说的那句后果自负，不像是口嗨，难道说他们要有什么动静了？我现在倒是想让鹰将人跟我们正面打一场，打输了我们好知道实力差距，再给我们几十年，绝对反超他们。如果打赢了，由我们主导世界，定会天下太平。我把这件事上报给部长，让前线提高戒备，可能鹰将要放狠招了。等到了晚上，华夏某度假小岛里，刚才还平静的海面，忽然出现了4、5道龙卷风，并且这些龙卷风的方向正是海岸线区域。下面播报一条紧急新闻：琼州岛海域突发海上风暴，对沿岸建筑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同时造成了47人死亡，109人失踪。而陆丰他们看到这个新闻，心中的不安应验了，马上呼叫鸾鸟号，问他们检测到高频电磁波的时间。技术人员立马联系上了鸾鸟号载运飞船。鸾鸟号收到，地面有什么问题吗？刚才的紧急新闻看到了吗？还没。我们正在分析一个行星的运行轨道，有撞击蓝星的可能性。另一批人还在搭建天宫空间站。3个小时前，琼州岛突发海上风暴，造成了100多人伤亡。我们看了气象图，那个风暴很奇怪，是凭空出现的，没有任何征兆。我们马上将高频电磁波的数据传给你们。当指挥中心接到数据后，又将数据发送给华科院，并进行了视频对话。在琼州岛海上风暴开始前2个小时，鹰将的阿拉斯加半岛出现了短波电磁波束，最终指向坐标正是琼州岛范围。当华科院那边经过分析后，确定这次海上风暴的始作俑者正是鹰将。这群狗约的，之前打着和平研究的幌子，结果是在研究气象武器。必须向联合国谴责鹰将这样的行为，否则他们还会利用气象武器对我们本土进行打击。这次袭击海岛可能只是警告，若是在大城市进行打击，带来的损失可太大了，至少是1000亿甚至万亿级别。鹰将能造气象武器，我们也能造，就像之前的核武器一样。若是没有，就会被威胁；只要有，鹰将也担心遭受核打击而不敢嚣张。可是我们临时研究，也不知道要研究多久。鹰将研究气象武器已有100年，我们要追上他们的脚步，恐怕至少得10年时间。10年？我们只要10天？这怎么可能啊！10天时间，我们连方案都设计不出来，再加上搭建、制作、选址，再怎么说也得好几年的时间。你们放心吧，我来负责研究，10天完全足够了。